美国今年最严重的政治危机，不是远在天边的导弹，也不是什么虚无缥缈的矽谷 AI， 而是你每天早上醒来都要喝的那杯咖啡。一磅咖啡豆从$24直接干到了$28，听起来好像也就涨了10块钱，对吧？但如果你觉得这还好，那接下来这件事绝对比咖啡涨价更离谱。华尔街那些穿着高定西装的精英们，现在正集体拍着桌子告诉你：大家别慌，经济稳得很，消费者口袋里还有的是钱呢。大家好，我是麦门，一个在市场里被摩擦了4-5年，终于学会跟市场低头的投资人。各位啊，你可以不在乎美国大选最后是谁赢，也可以不在乎那些学术报告里的国内生产毛额增长率到底是多少，因为那顶多就是多吃几天泡面的事。但你不能不在乎这两边到底谁在说谎，因为当这种平行宇宙的鸿沟大到补不上的时候，你银行账户里辛辛苦苦攒下来的钱，购买力就会跟着一起蒸发。为什么这场戏演得这么离谱？原来答案藏在一包咖啡豆里。我也没想到，但市场就是这么幽默。咱们今天就把这层皮给扒了。石壁上的曲线与锅里的脏水。要搞懂现在全球资金这个极度精神分裂的现状，咱们先来讲个原始部落的故事。在一个与世隔绝的部落里，大家原本过着很规律的日子。猎人早起去打猎，打到了野猪，就拿去跟采集果子的村民交换，消费带动生产，生产带来收入，收入又支撑新的消费。当这个循环顺畅的时候，部落长老在中央广场的石壁上刻下了多少猎物，村民家篝火边的锅里就有多少肉，这叫健康的经济闭环。但是呢，好日子过久了，总会出事。有一年，部落遭遇了严重的天灾，山上能吃的东西越来越少，猎人们出去跑了一整天，不仅猎不到野猪，连打猎的队伍都开始裁员了。村民们饿得前胸贴后背，跑去市场一看，以前24个贝壳能换一筐果子，现在直接飙上去，要28个贝壳才换得到。按理说，这时候整个部落应该拉响警报了吧？但离谱的事情来了，在部落中央最大的帐篷里坐着一群长老，这群长老其实早就已经不出去打猎了，他们手里囤积了大量会发光的罕见贝壳。他们每天在帐篷里，你把贝壳高价卖给我，我再更高价卖给你，把贝壳的价格炒上了天。看着手里越来越值钱的贝壳，长老们笑得合不拢嘴，转头就在石壁上画了一条一路狂飙的曲线，并且向全村宣布：大家看，这条线喷到天花板了，咱们部落的财富创下历史新高，消费者的韧性依然强劲。猎人们在帐篷外面听着，低头看看自己锅里的脏水，满脑子都是问号。这时候，部落的酋长为了平息民怨，必须得出来演场戏啊！酋长大手一挥，颁布了一道神圣的禁令。为了让大家都有地方住，我宣布禁止这群长老去收购村民的茅草屋。村民们一听，奔走相告，觉得酋长真是青天大老爷。但问题来了，那些专门盖茅草屋的工匠，原本就是靠着把房子卖给长老来赚取生活费的。现在长老不买了，工匠们瞬间没了收入，直接破产。结果呢，房子没人盖了，供应量越来越少，茅草屋不但没降价，整个村子的经济反而加速崩溃了。好了，故事讲完了，咱们回到现实。当你的薪水还在慢就业，物价已经喷到天花板。还记得故事里那个看着锅里脏水发呆的猎人吗？现实的版本就是现在美国街头真实上演的惨况。咱们先来说说为什么现在的选民脾气这么暴躁。这不只是美国人的问题，其实你把场景切换到台湾，你上次去全联买菜的时候，道理是一模一样的。明明薪水没涨多少，老板还在跟你谈什么共体时间，但你每天必须喝的那杯咖啡，一磅咖啡豆从$24直接干到了$28。这4块钱的涨幅听起来不多，但换算下来，就是你每个月的伙食预算直接被吃掉了一大块。更扎心的是什么？当物价断了线，往上飞的时候，你的饭碗却越来越不稳。去年底，美国的失业率干到了4.6%，创下4年来的新高啊！4.6%是什么概念？它代表那个曾经随便找都有工作的时代已经凉凉了。你在家里投了几百封履历石沉大海，官方却发明了一个新词，说你这不叫失业，你这叫慢就业。你说多有意思？这就是我们常说的体感经济与数据经济的严重脱节。官方会告诉你，消费者物价指数、通膨数据已经在受控范围了，所以你应该感到幸福。但问题来了，你家里的账单还有超市货架上的标价，他可不看政府的报告啊！这就好比你家邻居天天在脸书上晒去马尔地夫旅游吃法餐的照片，看起来日子过得爽歪歪，
但等你走进他家客厅一看，发现他连电费都快缴不出来了，满屋子都是当铺的催收单。现在的美国底层经济就是那个晒照片的邻居。很多人这时候就会想，既然外面这么乱，连美国人都快买不起咖啡了，那我是不是干脆把钱全领出来，存进银行里不动就安全了？这就是典型的散户心态嘛。你以为你当个空手道大师，只看不买就能躲过这场风暴？错了，在这种印钞机日夜不停运转的平行宇宙里，你存的那点死钱，最后只会变成帮那些大型机构去杠杆的燃料。我常常说，知识是唯一能随身携带的财富，不用追着钱跑，你本身就是钱。你是什么样的人，决定你能赚多少钱。如果你看不透这背后的资金挪移逻辑，你的购买力就会在无形中被剥夺。这不是什么心灵鸡汤，这是金融市场里最冰冷的数学。如果你觉得我今天讲的这个平行宇宙有点意思，让你意识到原来财经数据背后藏了这么多猫腻，那说明你的认知已经开始领先大多数人了。如果你觉得这个角度有意思，觉得我后续的分析可能对你有用，先订阅一下频道，顺手点个赞，这样下次我更新的时候你才不会错过。好，我们继续接下来这段绝对颠覆你的三观。华尔街的平行宇宙，只要我不看，危机就不存在。刚才讲完了普通人的痛苦，现在咱们把镜头切到华尔街，也就是故事里那个疯狂炒作发光贝壳的长老帐篷。这里的气氛啊，完全是另一个极端，简直就是天天在过年。施罗特、路博麦这些听起来大名鼎鼎的顶级机构，最近纷纷出来表态。他们说什么呢？他们看着那些快付不出卡费的消费者，然后在报告里写下消费者韧性依然强劲，这只是健康的降温。更离谱的是什么？之前市场上有一大票专家信誓旦旦的预测2026年会有一场史诗级的熊市，大家都在等着泡沫破裂。结果呢，就在这几天，多家顶级机构集体叛变了，他们把之前的熊市预言全撕了，直接丢进垃圾桶。不说熊市了，反而开始比谁的标普500目标价喊得更高。这就好比一群气象学家昨天还在电视上警告有超级台风，今天突然集体换上花衬衫，拿着冲浪板跑到海滩上说：“大家快来看，这太阳多美，哪来的台风？”你说这帮人是傻吗？他们可是拿着100万美金年薪，毕业于常春藤盟校的聪明人啊！他们不傻，他们只是站在5星级饭店的顶楼，看着窗外的乞丐，然后得出结论说：“你看这城市的灯光多璀璨 ，AI 产业链的资金多充沛，经济怎么可能不好呢？”这就是机构与民意之间那道深不见底的鸿沟。对机构来说，只要联准会还在暗示可能放宽资金，只要大公司的财报还能靠着裁员来维持毛利，那股市就没有理由不涨。至于你买不买得起28美金的咖啡，不好意思，那不在他们的试算表里。这就是我想跟各位分享的一个残酷真相：金融市场从来不反映真实的世界，它只反映有钱人的预期。如果你拿着民调数据，看着失业率去炒股，你大概率会赔到连内裤都不剩，直接毕业。政策的耳光，禁止买房，结果股市先崩了。既然物价这么贵，失业率在往上爬，民怨这么大，那政客们肯定得做点什么，对吧？哪怕是演戏，也得演给选民看啊！这就是故事里那个酋长出场的时候了。这不，川普为了解决大家买不起房子的愤怒，抛出了一个超级震撼弹。他宣称要禁止华尔街机构收购独栋住宅，听起来帅不帅？简直是平民英雄啊！华尔街那帮人把房价炒高，害我们买不起房，那我就让他们滚出房地产市场。这口号一喊出来，底下的散户集体杀红了眼，拼命鼓掌。但问题来了，这个政策才刚一出口，那些原本表现还不错的房地产类股直接先跌为敬，在盘面上血洗了一轮。为什么？因为市场很聪明啊！市场知道华尔街不是单纯来炒房的，华尔街是提供流动性的，就好比故事里的工匠需要长老的贝壳一样。如果你把华尔街这根资金大柱子抽掉，房价可能1毛钱都还没跌，整个建筑产业的资金链就先断了。建商拿不到钱，不敢盖新房子，未来的房子供应量只会变得更少，供应一少，房价反而更下不来了。你说多有意思？知名机构布鲁盖尔直接出来吐槽，说这就是一张政客继续提供无法交货的口头保证。翻译成大白话就是他在吹牛，而且这个牛吹大了，不但解决不了问题，还会把大家的饭碗都吹破。这种荒谬在现在的政治圈简直比比皆是。一边喊着要减轻老百姓的生活负担，一边却推出一堆会让资金链断裂的政策。这就是为什么我说我们现在正处在一个极度撕裂的环境里，上面的人在玩大富翁，下面的人在玩生存游戏。
跟着新闻炒股，你怎么死的都不知道。在这种上面玩大富翁，下面玩生存游戏的极端环境里，最惨的是谁？就是那些每天盯着新闻，试图从政客的嘴巴里寻找投资密码的散户。你想啊，一个普通人每天下班回到家，打开电视一看，新闻上川普信誓旦旦地说要痛打华尔街，禁止他们买房。这哥们一听一拍脑袋，觉得机会来了嘛，政策都要打压了，房地产肯定完蛋。于是他隔天一早all in一把梭跑去放空建筑类股，结果呢，华尔街的资金一撤，建商不盖房子了，市场上的房子变得更稀缺，房价反而死死撑着下不来。而那些被他放空的建筑类股，因为供给减少带来的预期利润提升，突然一个大反弹，直接把他嘎空拉爆。他不信邪啊，他转头又看到新闻说，美国失业率飙到了 4.6%， 创下4年新高。他心想，这下总该经济衰退了吧？失业率这么高，大家都不消费了，美股肯定要崩了。于是他又把剩下的钱拿去放空标普500，结果隔天醒来，手机推播跳出来，整整10家华尔街顶级机构集体发布报告，撤回2026年熊市预言，全面调高大盘目标价。指数直接吃了一根定海神针，一路狂飙。这哥们看着自己被强制平仓的简讯，满脑子只剩下一句话：这世界是不是疯了？房子车子都卖了，以为跟着政策走准没错，结果2年的公司就这么没了。到底谁在骗我？没有人骗你，是你自己骗了自己。这就是我想说的核心观念：交易你所看到的，不是交易你想看到的。你以为你看到的是经济衰退的真相，但盘面上的资金流向看的是联准会接下来被迫放水的预期。当你的认知跟真实的资金流向脱节时，做错方向被洗出场，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。这不是运气不好，这是你用自己的血汗钱在为华尔街的预期买单。讲到这里，大家应该发现了，不管是机构的傲慢、民众的愤怒，还是政客的空头支票，最后都会变成盘面上极度剧烈的震荡。很多人就常常私讯问我，麦门，你每天看这些乱七八糟、互相打架的宏观数据，到底怎么把它们换算成买卖决策的？我到底该听谁的？说不好听点，如果你还在靠着翻新闻、听专家的口号来决定今天该买还是该卖，那不叫投资，那叫地下赌场的百家乐。你连荷官有没有暗箱操作都不知道，就急着把筹码往桌上推。说到看盘工具，我自己其实花了不少时间研发了一套系统。没错，我要打个广告了，但你都看到这里了，给我1分钟了解一下不过分吧。与其把钱拿去交给市场缴学费，不如投资在能救命的工具上。很多人买股票最大的痛点就是分析瘫痪，每天打开10个视窗看3小时的新闻，翻一堆大模小模的报告来给自己加强信心，结果一进场方向还是反的。为什么？因为你看到的都是别人想让你看到的。我的这套看盘软体核心逻辑非常简单，直接追踪主力筹码的真实流向。我不管新闻说失业率多高，我也不管政客又吹了什么牛，我只看真金白银往哪里跑，主力在干嘛，钱往哪边流，软体会直接标示在你的 K 线图上。现在是盘整盘还是趋势盘？该耐心等待还是该勇敢上车？趋势的力道到底够不够？别人还在看着新闻猜方向的时候，你的手机已经收到主力释放的危险讯号通知了。这套软体就是要把所有复杂的资讯融合在 K 线图上，让你一眼读懂，不用盯盘也不会错过关键时机。另外，如果你想更深度的了解这些宏观局势是怎么推导的，我的订阅专栏每天都会更新我的思考框架，盘面一有变化，你就会收到我的文章通知。我不是要报你名牌，名牌这种东西本身就是个笑话，我是要给你一套思考框架，不只给你鱼，还要让你自己学会钓鱼。好，广告结束，咱们继续讲刚才那个更荒谬的，这杯$28的咖啡到底是怎么绑架全球资金的？一杯咖啡绑架全世界的因果链追杀。我们把视角拉高一点，来看看这条荒谬的传导链是怎么运作的。这一切的源头就是那包从$24涨到$28的咖啡豆，物价飞涨，听着跟你八竿子打不着，对吧？但问题来了，老百姓不爽啊，买不起咖啡，加不起油，选民的愤怒值直接爆表。那怎么办呢？政客为了选票就得出来演戏，比如川普喊着要禁止机构买房，但这种政策只会让供应链大乱，根本解决不了物价问题。真正能控制物价的是印钞票的那个人，也就是联准会主席鲍威尔。
这就带出了更离谱的一环。鲍威尔现在的处境就像一个正在减肥的胖子，走进了一家吃到饱的自助餐厅，他知道自己不能再吃了。通膨就像是体重计上的数字，咖啡豆都28块了，再印钱放水，这通膨绝对压不住。但问题是，桌上摆着一盘叫做失业率攀升的红烧肉，旁边还有一锅叫做政府高额债务利息的麻辣火锅。你说他吃不吃？他不吃，失业率继续飙，那些等着他降息兜底的企业就要掀桌子了。美国政府要还的国债利息更是天文数字，不印新钞票根本还不起。但他要是吃了，明天通膨的数据就更难看，老百姓连饭都吃不起了。所以你仔细看鲍威尔每次开记者会的表情，那眉头皱的就像是一个正在偷吃宵夜被老婆当场抓包的男人，嘴上说着我们将审慎评估数据，但手其实已经伸向印钞机的按钮了。那华尔街那些聪明人看到这个画面，他们会怎么想？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？这意味着华尔街吃定了联准会最后一定会妥协，只要经济有一点点撑不住的迹象，联准会就必须降息，必须放水来救市。既然知道你迟早要放水，那我现在为什么要看空？这就是为什么那10家顶级机构会毫不犹豫地把2026年的熊市预言撕掉，集体杀进去狂欢。所以你看，从一包咖啡豆的涨价，到选民的愤怒，再到政客被迫出手，最后把联准会的决策空间逼到了墙角，这中间每一步都是市场看穿了人性之后，走在前面等你的那个局。你在哪个宇宙里假装清醒？讲到这里，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：这世界已经彻底分裂成了2个宇宙，一个是华尔街眼里数据一片大好，不用担心熊市的黄金年代，另一个是你我每天要去面对咖啡变贵、薪水变薄、裁员消息满天飞的现实泥沼。你宁愿相信那些西装笔挺的专家告诉你经济很健康，然后安安心心的把钱交给他们去打理，还是你愿意直面那个连一杯咖啡都在剥夺你购买力的残酷真相？在下面留言告诉我你的看法，我很想知道大家是怎么看待这种精神分裂的。宏观到商品的桥接，通膨海啸下的资金避风港。好了，看了这么多美国人的荒谬大戏，这跟在台湾吃着鸡排看戏的你有什么关系？关系可大了。当美国的通膨压不住，而联准会 Fed 又被迫在救经济和打通膨之间反复横跳的时候，全球的资金就像是无头苍蝇一样到处乱撞，而这只苍蝇撞出来的气流，直接决定了你荷包的厚度。如果联准会为了压制那包28块美金的咖啡豆，死撑着不降息，甚至让利率维持在高点，那美元就会像吸尘器一样，把全世界的资金都吸回美国。美元走强的逻辑一旦成立，对台股来说就是直接的估值压力。外资提款走人的时候，可不会管台积电的财报有多漂亮。相反地，如果联准会最后真的扛不住失业率的压力，选择了印钞放水，那美元的购买力，这时候那些跟美元指数呈现反向挂钩的期货市场，还有以美元计价的实体原物料，比如原油、黄金，就会成为全球资金疯狂涌入的避风港和主战场。这就是我想告诉大家的，不要再去盯着每天的新闻猜涨跌。你要关注的不是哪家机构又喊了多高的目标价，你要看懂的是这背后美元流动性的潮汐变化。很多人不愿意花时间搞懂这些宏观逻辑，总想着去群组里找个投顾报名牌，想着买一档股票就能翻身。但各位啊，你想想，你读了16年的书，到大学毕业，都未必能找到什么端得上桌的好工作了，更别说投资是一门能让你赚一辈子的谋生技能。你觉得你该认真学多久？投资是用钱在输赢的游戏，要把投资当成在经营自己的事业，你必须看懂全球资金的底层逻辑，才不会在海啸来的时候还傻傻的站在海滩上捡贝壳。至于具体的趋势盘该怎么判断，原物料板块的资金有没有异常流入，你要怎么用最小的风险去参与这波大方向，这些就是我在订阅专栏里每天带着大家在拆解、在追踪的事情。市场从来不会同情弱者，它只会奖励那些看清规则并且遵守纪律的人。好了，今天这个平行宇宙的核心逻辑我们就讲到这里。如果你觉得有些地方还没听够，我建议你把我前面几期的影片也拿出来看一下。我的逻辑是环环相扣的。这期讲的全球资金博弈其实就是上一期我们聊到市场泡沫的延伸，而接下来的局势只会更加动荡。尤其是当那些2026年必有熊市的预言被华尔街集体撤回之后，这不但没有让我安心，反而让我出了一身冷汗。为什么？因为金融市场的历史一次又一次地告诉我们，当所有人都在狂欢，当所有的警告都被当成笑话丢进垃圾桶的时候，往往就是那根最致命的杀招准备要启动的时候。
所以，如果你不想错过接下来更深度的局势分析，不想在下一次大战当中莫名其妙被洗出局，订阅频道，打开小铃铛。我是麦门，我们下周见。